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郭靖黄蓉别硬拍，7版放一起；周迅版选角辣眼，肖战版审美好跳跃。娱乐圈里翻拍经典作品这事儿真是没完没了。嘿，你看，新版郭靖黄蓉又来了。金庸武侠世界定在了6月17日开播，这次可真是下了大功夫，把金庸小说里那些最吸引人的故事挑出来，做成了一个个精彩的单元剧。说到金庸大师笔下的郭靖和黄蓉，选谁来演这俩经典角色，可真是让观众心里既忐忑又充满期待。到现在为止，郭靖和黄蓉的故事已经被翻拍了好多次，至少有10个版本呢。但咱们今天就聊聊其中最火的几个，来做个对比。包尚恩和紫砂，咱们先聊聊即将上映的金庸武侠世界里的角色挑选吧。这部剧可是个大热门，选角自然是大家最关心的。紫砂演了《封神》里的杨戬后，一下子就火了，去年可真是红得发紫，成了个大热门的明星。由于紫砂在《封神》的训练营里历练过，他对古装表演的基本功那可是相当过硬，光看预告，他出拳那架势真是力道十足，带劲得很，跟内娱里那些软绵绵的小鲜肉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呢，用高清摄像机一拍，就算演员穿得破破烂烂，还是给人一种穷的讲究的味儿，看着就像是故意摆出来的姿势。紫砂的模样挺有英气，再加上他独有的那股少年活力，演起郭靖这个角色来还是挺合适的。一笑起来，那股子憨劲儿就上来了，感觉跟郭靖这个角色更像了。在预告片里，当看到郭靖黄蓉一同骑马时，那感觉就像是两人在红尘中自由闯荡，真的特别洒脱自在。黄蓉这个角色是由包尚恩来出演的。作为刚出道不久的新人演员，他的长相挺有灵气，属于那种活泼又聪明的类型。黄蓉当乞丐那会儿，就算脸上抹了黑，头发乱糟糟的，穿着粗布衣裳，你也能瞧出她挺讲究。从她那特意抹黑的小脸、乱中有序的发丝，还有那块粗布衣服，都能看出点儿门道来。不过，内娱那位女明星，就算是穿上乞丐装，那明显的假睫毛还是太抢眼了，让她想扮丑都显得有点刻意。换上女装的包尚恩确实很美，但要演好黄蓉这个角色，光长得漂亮可远远不够。从长相上说，这两位演员的挑选挺普通的，等电视剧播了，看看他们怎么演，才知道到底行不行。咱们现在就只能等着看他们表演出来效果怎么样，等到时候一看便知他们的演技到底如何。肖战庄达菲跟之前的版本不一样，肖战这一版讲的是电影里的故事，听说主要是讲郭靖最厉害的那段日子，剧情上挺有新意的。肖战接了郭靖这个角色，不过电影现在捂得挺严，一点路透照片都没泄露出来。咱们也就只能从肖战以前的造型和外貌上瞅瞅他适不适合这个角色了。肖战这人吧，长得特别精致，帅得很，但要是让他去演郭靖那种稳重、有侠气，还带着点憨厚的角色，总感觉不太对味儿。用刘烨评价刘亦菲的那句话来打个比方，就是说，有的人因为长得太酷了，大家反而不太他演技咋样了。但瞧瞧肖战的古装打扮，不管是显得他精神抖擞，还是超凡脱俗，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说起来，肖战以前的打戏表现还真挺不错的，动作既带劲儿又看着舒服。说起庄达菲饰演的黄蓉，和肖战搭档的那一版，挺多观众都表示看不懂。庄达菲的模样中带着一股子帅气，要是让他去演那种古灵精怪或者小女孩的姿态，总会让人感觉不太对味儿，有点别扭。他们俩在戏里的搭配感觉不太对劲，
特别是肖战看起来太瘦了，站一块也没啥情侣那味儿。说来说去，这部电影能让人有所期待，全靠导演徐克在撑场子。听说这部电影已经拍完了，现在正在做后期呢，估计没多久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好好瞅瞅演员们的演技到底咋样了。2017版，杨旭文和李一桐。最近有个2017年版的《射雕英雄传》翻拍，开播前大家都不太看好，没想到播完后评分居然达到了7.9，效果还真挺不错的。大家对这版剧情还是挺买账的，跟原著挺贴近，这也是他能拿到高分的一个重要原因。观众们都挺认可的，觉得改得挺到位。李一桐演的那个黄蓉，扮乞丐时确实挺拼的，脸上干干净净，一点妆都没化，真是素颜上阵，这份诚意真挺难得的。不过，杨旭文演的郭靖让人感觉有点失望。杨旭文那夸张的黄色刘海发型，看起来有点呆，完全没了郭靖那种正直的气质。演员的表演其实挺到位的，可偏偏被那糟糕的妆容和造型给拖后腿了。跟其他人比起来，李一桐的打扮可就平常许多了。她穿的乞丐装挺朴实的，换上女装后又让人眼前一亮。李一桐演技在线，把黄蓉那股子机灵劲儿演得活灵活现，真是让人喜欢的不得了。2008版，胡歌和林依晨。这一版的《射雕英雄传》是唐人公司最红火的时候制作的，演员阵容超强大，有胡歌、林依晨、刘诗诗和袁弘这些大牌明星出演。帅哥美女的加入，让这个版本充满了偶像剧的感觉，这也成了观众吐槽他的一个点。林依晨演的黄蓉那可是真漂亮，不过呢，她更多的是给人一种可爱的感觉。说起林依晨那时候的演技，就像是热闹夸张的偶像剧风格，满满的都是活泼劲儿，可就是觉得少了点睿智的感觉。林依晨和胡歌两人搭档起来，确实有那么点 CP 感，但说实话，他们跟剧里的角色都不太搭边儿。胡歌的长相挺犀利，透着股聪明劲儿，他演郭靖那角色，感觉就像在硬扮傻，有点过了头，挺刻意的。后来的郭靖征战沙场变得沉稳老练，一亮相就给人一种李逍遥那样的大侠的范儿，但奇怪的是，他身上的那股郭靖特有的侠肝义胆和浩然正气却没那么明显了。说不定是因为李逍遥这个角色太深入人心，导致大家看胡歌的其他作品时都带点偏见，没法完全客观的评价了。可能是角色挑选和故事情节不太让人满意，这版《射雕英雄传》的评分竟然比2017版还低，仅仅的了7.7分。但其实后面还有更糟糕的，这么一想，咱们这也就不算啥了，不算丢脸。2003版，李亚鹏和周迅。要说最让人尴尬的，那肯定是周迅和李亚鹏2003年那版，评分才7.3，简直就是低到谷底了。你的明白，以前的周迅可不是现在这样，口碑差到被大家各种吐槽。那时候的她可受欢迎了，怎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呢？说起这个版本的黄蓉，首先的提她的打扮，真的太朴素了。她穿的那个绑带肚兜，观众都看不懂是咋回事。头发呢，也就是随便挽了一下，连个首饰、簪花的小装饰都没有。尽管周迅那时候灵气满满，可即便是这样，也盖不住她素颜的样子。而且那妆容和打扮，跟黄岛主女儿的身份压根不匹配。这部剧里土气的不只是土，还有更接地气的。瞧瞧这乱糟糟的细碎刘海，配上2根麻花辫，再加上主角俩那朴实的笑容，要不是说是黄蓉和郭靖，观众准以为这是哪村的姑娘小伙呢。除了服装造型这块，2位主演的配音也是让观众们不太买账的一个点。说白了，就是他们的声音听起来让人感觉不太对味儿，
没能让大家伙满意。周迅呢，唱得特别甜，但嗓子却是那种很有特色的烟嗓，大家都知道。而李亚鹏呢，说话总感觉喉咙里有点痰，他俩站一块儿，真不像是一对青春洋溢的少男少女。1994版，张智霖和朱茵。朱茵长得那叫一个美，她演的黄蓉也是特别俏皮可爱。尽管时光倒流了10年，但朱茵的妆容打扮明显更加讲究了。那空气刘海弄得特别细致，辫子也是精心编织的，就连头上的发包都透着一股子精巧劲儿。张智霖的模样挺接地气的，跟郭靖那股子气质还挺搭。这俩人真的是男帅女美，看起来特别养眼，简直没人能比。1983版，黄日华和翁美玲。83年那版《射雕英雄传》真的是超经典，一直深深印在观众们的脑海里。说起来，它算是让大家记忆最深刻的一个版本了。一出场，翁美玲扮演的黄蓉就让观众眼前一亮，大家纷纷惊叹，这不就是我们心目中的黄蓉吗？翁美玲的眼睛特别亮堂，长相自然，妆容也刚刚好，这些都让观众们一直记得她，印象深刻，永远不会忘。黄日华演的郭靖那叫一个绝，正气凛然这4个字简直就是他的代名词。这俩人配合的太好了，让观众们一直记在心里，轻松就拿了个9.2的高分。上面那7个不同版本的郭靖和黄蓉，每个都有自己独特吸引人的地方。